们刚刷完盐去上学了，好像已经很久没有拍影片了。大概1个月了吧。那这个月我们都在干什么呢？主要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在适应我们搬来的这个新的家的附近的环境，因为我们算是从都市搬来到乡村，所以很多的生活的模式啊，跟它的生活环境，我们全部都要重新适应，因为其实差蛮多的。然后再加上，其实我们到现在呢，搬家的东西都还没有完全的整理完。主要是因为它是老房子嘛，所以它里面需要整理的东西非常的多，包括一些东西已经生锈啊，或是坏掉、烂掉，或者是需要花的时间更多，然后去重新上漆啊，然后重新可能要换新的家具或什么，所以我们真的花非常多的时间在整理上面。现在时间已经8点半了嘛，那大家可能觉得奇怪，为什么 Billy 现在可以这么悠闲在车上，对不对？就8点半的时间，就通常这个时候在台北，他应该是已经要准备。不对，应该已经出门通勤去上班了。对，因为其实我们公司还蛮好，因为它可以因应一些政策，让我们转成远端 remote 的方式。那我现在就是在适应我的那个远端工作。就是如果早上，我现在拿下眼镜，所以看不太到。早上如果太早起来，然后直接就是送妍去上学，我就会来不及洗脸。然后因为现在天气很热，所以通常去送他上学回来也会就是脸会开始流汗，所以会回来的时候才会再洗脸一下。后面看得到那个床，就是这边是主卧室，然后放了一张双人床，然后跟一个旁边那个绿色的那一张是这边本来就有的床，然后它那一张目前就是先堆东西。那装床其实主要是要给妍妍，她如果一开始要跟我们分床睡的话，那可以先睡在哪一张床，但目前她都还是跟我们睡，因为她还是不想要自己睡，然后也连床单都还没有买。然后这边呢，乡下地方真的就是，我觉得空间真的很大。这间房子它的空间应该是我们之前在本来的房子的可能2、3倍有吧，反正就是空间很大，主卧室也很大。你看那边地板还有很大的空间，对，所以相较来说，就是在这边生活上比较不会这么的拥挤，就是在家里面也不会这么拥挤。来做法式吐司，我通常不知道吃什么早餐的时候，又最简单最方便就是做法式吐司。这边因为厨房旁边就是阳台，很容易就看得到我们晒在外面的衣服，因为刚早上才去晒衣服。昨天新买的鸡蛋，然后跟新买的面包，然后这边呢就是有一间大家都蛮推的面包，就是这个古王烘焙，好像在地人呢都会吃这一间的。然后之前我们就有去那个超市里面，然后就看到买了一包，觉得它的吐司真的蛮好吃的，所以昨天我们又买了一包。放一颗蛋的话呢，它的分量就刚刚好可以做2片的吐司，所以我就会做2片，然后我跟比1人1片刚刚好。现在要来把吐司加上我刚刚做的蛋液，哇，好疗愈哦！你看，全部沾满青黄色的。然后我用这个锅子呢，它应该是其实是拿来煎那个玉子烧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大小呢，刚好跟一片吐司的大小很刚好，所以我就会把它拿来煎吐司。
就是非常简单的法式吐司，加一个炒蛋，跟把冰箱没有吃完快过期的培根煮一煮，清冰箱的概念。正常法式吐司好像都要加枫糖之类的吧？但我们家现在没有买枫糖。我以前加榛果。哦，你以前加榛果？哦，对，比以前做过早餐店，学生时期吧，跟你姐在台湾开过早餐店，然后她姐现在已经在澳洲很久了，然后也在那个 Perth 那边开了一家 brunch， 现在已经在那边10年了。上个月还有回台湾，然后就做了一整桌，就我们有家族聚会，然后他姐姐就做了就是一些他的料理，但因为在台湾可以买到的食材有限，不像在澳洲，所以就是以当时我们可以买到的食材，然后他姐姐就做料理给我们吃，就西餐料理，意大利面啊、披萨那些的。大家如果有机会去西澳的 Perth 玩的话，可以去他姐姐的开的那一家 brunch 店去吃吃看。我们家现在的客厅呢还是非常的乱，其实不是只有客厅啊，就是我们都还在陆续整理嘛，所以都会清出一些纸箱，然后还在堆一些东西。那边大部分都是油漆，因为我们还在漆油漆。其实可以看到这个家有一些很老旧的痕迹，像这个窗户就左边这一扇呢是它本来的窗户，我已经清理过，可是它上面生锈非常的严重，不管我怎么清理都是一样。所以我后来呢，我就买了一罐专门清铝门窗的油漆来漆成白色的，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漆的成果。就它其实我已经漆了第4层了，就几乎是看不太出来了。就是要薄漆，然后它就可以帮你的这个铝门窗换颜色。然后我现在还有贴这个胶带，其实要把它撕下来。这边有一点很不习惯，就是以前住在就是以前的家的时候，台北那边，因为那是有管理员的房子，所以呢，所有的包裹啊、快递啊，其实都是会管理员可以帮忙收，我们就是有空的时候再下去，或是下班有空的时候再下去拿就好。但它这边不一样就是所有的快递、信件、包裹等等，我都得要待命，等他们来的时候就自己下去拿扛上来。然后还有一个很不习惯，就是因为以前我是一个手机一定都是关静音的，因为我在工作的时候不喜欢被任何声音打扰，所以我就会关静音。我会觉得连那个讯息通知我都觉得蛮吵的，就喜欢一个比较安静的环境。那到这边呢，我为了要随时待命接那个快递员的电话，所以我开始把我的手机的声音调成是有声音，就开始把我的手机调成有声音的，这点我也很不习惯，所以我现在还在习惯适应当中。你们看这么大一个，我要自己去楼下扛上来。现在要来拆包裹了，我就是买了那个客厅跟厨房的间接照明，然后还有我们家所有的那个台灯。比例本来一开始买的是6000K 是白光，然后3000K 是黄光，4000K 是自然光。我觉得6000K 实在是太刺眼了，所以我想说一律就把我们家的灯都换成自然光的颜色，这也是4000K。我现在来拆其中一个凯灯看看，我还蛮担心买错的，因为应该是我第一次买灯吧，怕买错，全部都要退货了。看一下。这样，然后这个也要自己装，这可能就要请比例了，因为我们家负责组装的几乎都是比例。然后如果是软装一点的东西，像是铺地垫啊，我们游戏室的地垫或者是漆油漆我还 OK， 可是像这种，它可能就要请比例帮忙。如果有人缺换灯的，也可以找比利兼职哦。这是我的那个联络专项。他不只会漆油漆，还会换灯哦。对啊，算是那个。还会做木工哦。全能水电的。好，打开看看。哎，吓死了！哇！通常呢，要在
如果那天有煮饭的话，就必须要再去接妍妍之前，就先把要煮的菜的那个料备好，不然等他回来呢，因为他有时候会要我们陪他，那就比较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备菜。那煮饭呢，我觉得最花时间的其实就是备菜嘛，所以我现在要趁等下去接他回来之前，先把等一下要煮的这个食材呢，都先把那个料备好。好吃吗？好吃吗？吃，这是饼干呢。那个好像是披萨哎。谢谢。这是白萝卜，一起下一下吧，进冰箱。那也可以啊。爸爸，给你筷子，你要吗？妈妈，你要吗？好，谢谢。给爸爸，让爸爸肚子饿了。对，谢谢你。我爱你，宝贝。哎，不要这样看啊！没关系。有一点干干，干干的口味。只配啦。纸配。你从来没听过这名字。你哪知道纸配是？早安！我们刚送完妍妍上学，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妍妍的学校外面长什么样子。这边真的是非常的悠闲，你看，就是这样一大片绿油油的稻田，然后非常的漂亮。刚好遇上是七夕情人节，然后本来想要给 Ashley 一个惊喜，不过现在我们居家工作，所以两个人都腻在一起，根本就没有时间去准备一些惊喜而已。所以现在那个就只能硬着头皮我们一起去买花的。因为以前如果说刚好过那个火车的那个轨道，对，铁路。我说以往就是如果七夕或是情人节呢，Billy 他都可能会准备一些惊喜，如果会送花这样。然后今天很好笑，就是我们送完妍妍去上学，正常来说我们可能去买个咖啡或什么的。然后我想说，其他为什么要 Google 地图？然后10几分钟，我说你现在知道去哪里？然后他就跟我说，哦，一家新的早餐店这样子。然后他可能不太会说谎，讲一讲脸就是嘴软吧。没有说谎讲。对，他说没有啦，想说家里需要插个花，然后今天七夕情人节去买个花这样子。
来我们买的是那个永生花的玫瑰。对啊，还有买的是真的。因为他如果今天要做新鲜的话，好像要再等到很晚的时候才来拿。对，然后我们晚上又有事，还要接演员下课，所以想说正好我们家里就是还在布置当中嘛，正好要买花，就买了那个永生花。是那个乌拉圭还是巴拉圭的？今天的第一杯咖啡要来喝这个，我昨天晚上先泡好的，这个绿带的冷萃咖啡，就是卡乐迪买的那一款。哎，这里这个 Water Drip Coffee 这个，然后它一包里面有4大包，所以我就前一天晚上先把那个咖啡的绿带放在冷水壶里面，然后再加一包的话是大概加400cc 的水，然后早上起来就可以直接倒来喝。它就是至少要泡8个小时以上。然后像现在天气很热嘛，所以我们夏天喝比较会习惯，可能会喝冰咖啡。今天是礼拜5，又刚好是七夕情人节，所以今天晚上我们要去吃个七夕的大餐。其实也不是什么大餐啦，就刚刚临时随便找了一个餐厅。然后因为我们对这边刚搬来嘛，对这边的环境也不太熟悉，所以就随便订了一家，应该是比利订的一家牛排。然后我们现在要出发了。我们家现在还没有买到全身巾，所以我现在的全身巾就是这个窗户，可以看我今天的穿搭怎么样。妍的同学的生日，然后今天他就喜获了一堆饼干跟香蕉牛奶，对不对？好喝吗？喝完。好 ，OK， 好，赶快穿鞋 ，Go。我们现在进来了这一间比利找的 Heaven Kitchen。因为我们初来乍到，所以也不知道庆祝的时候要吃什么。对这边都不熟。它其实不是在那个，就是夜市附近那个生活圈的位置，所以它比较，我觉得知道人稍微少一点吧，可能本地人。而且它很特别，它餐前竟然是上那个芭乐丝。像敲恐龙蛋一样把它敲碎。小时候我们吃酥皮浓汤也会这样。它这个酥皮浓汤啊，超级香的，一送上桌，全部都是那个酥皮浓汤的香味，而且很饱满。对，可是我觉得它闻起来好像跟以前我们一般去牛排馆闻到酥皮的味道有点不太一样。哇，谁的儿童餐来了？他儿童餐给的鸡排其实很多哎。这怎么吃啊？天牛